朦胧案件的核心证据 U 盘终于找到了。朦胧向灵媒透露，炸弹级爆料即将引爆，一个与他有关的中共权势家族将会崩塌，甚至说出了阻止一人受迫害的终极方法。不过，让人不安的是，朦胧还发出了预警：2026年将发生2起足以撼动局势的重大事故。Hello， 大家好，我是奇文。按照这个惯例哈，就是每到跨年时呢，这中共党魁习近平呢，他都会录制一段新年贺词视频，对外呢亮个相、做个秀什么的。但今年的情况呢，似乎有些不同了。咱们不少网友哈有注意到，说这次视频中的习近平的外貌变化可十分明显，和以往形象判若两人。你看啊，咱们从这个画面上可以注意到，他的这个面部是否出现了明显浮肿、皮肤松弛老态。曾经这个乌黑的头发呢，也已经明显花白了另外就是他的这个右侧眉骨上方还出现了一条明显的隆起，说话和眨眼时呢清晰可见那对于这个异常的细节不少的网友认为可能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了，比如说在这个睡眠不足、心血管或者肾功能问题出现的时候呢，这眉骨周围就容易浮肿那不过也有网友说，习近平的这个状态是邪术反噬的结果。在他们看来呢，习近平和中共权势把朦胧等年轻的艺人作为献祭对象，试图通过这个夺运借寿呢来延长寿命。但最终因这个朦胧拒绝配合仪式没有完成，所以呢，习近平本人呢受到了反噬。那还有网友预测说这个反噬可不仅仅指向习近平，也可能波及他的权势和家族。那接下来恐怕还会有更大的变数出现喽。而一直关注这个朦胧事件的英国灵媒威廉呢，在他最新的直播中呢，又爆出了一个炸裂观点，那就是一个与朦胧事件深度牵连的中共权势家族呢，正在走向全面崩塌。在这个最新的直播中呢，威廉有提到，朦胧的灵魂跟他说一个藏在幕后的秘密组织快要炸锅了，随时会出现炸弹级爆料。What's going on around the world about the elite? When I'm talking about the elite means the people, the powerful people that runs the world. So he's telling me about that. He's telling me about the secret society as well, that gonna be up on the forefront. That's why if you notice why it's so many distraction, because they're gonna be a big bombshell about the secret society that controlling everything. Not only the secret society, but the secret organization that controls everything. Okay, controls everything. And he's saying a lot of things. 那接着呢，朦胧就提醒威廉一定要当心一个人，即中国女演员宋伊人。He's telling me about there's an actress. Her name is Song Ring. I forgot about her. She said, watch out for her. Or the people that involved in his death, that watch out for them. I forgot about her. I thought that she dead. She not dead. She is playing her cards right. That's what it is. She's not dead. She's very protected. Like the elite is protected over her. Okay? And he was telling me that about too. Like, you're gonna find out that these like child predators, these demonic people are very protected in the higher ups, okay? 那随后呢，朦胧就引导威廉进行了一次神韵占卜。占卜的问题就是在2026到2027年之间，那些参与他死亡的人，也就是那些凶手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而威廉抽到的关键词是家庭纷争、家庭冲突、家庭问题以及有毒的家族关系。I'm picking up. Okay, this is what I'm picking up. Okay, what telling me, right? He said that they're gonna be lots of family secrets being exposed about his murder.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with Yumi Long's murderer's family. I'm getting like his murderer family
is gonna be in danger. Something about being in danger. 那除了威廉哈，这个油管博主呢，吉利小师妹呢，也运用这个周易呢，推演了朦胧事件的结局，而他给出的这个判断呢，与威廉的说法哈非常相似。卦象给出的结果是，大陆网传的呢17名凶手中哈，年龄最大的导演方励，2027年前哈会遭遇名誉受损、财务流失但不会有这个性命之忧。而第2位被提到的这个男演员高泰宇呢，卦象显示，他呢之所以被卷入其中，关键呢离不开钱。也就是说呢，外界所传的最终引爆朦胧事件的那场洗钱风波中他很可能得到了利益，而高泰宇真正遭到英国反噬的节点会落在2个阶段，一是呢2027年的冬季，二是呢2031年的7月前后。因为一旦到了这个2031年，将不再有人替他兜底，他就得自己扛下当年所做的一切造成的后果。而这个歌手焦麦琪这边由于他德不配位，清算来得更早，从2026年这个春天开始，他就会陆续出现破财的迹象。到了2027年的春天呢，经济状况会明显吃紧压力骤增。那提到这个洗钱风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那枚装有洗钱关键证据却突然消失的 U 盘。那威廉在这个与朦胧的沟通中得知了这枚 U 盘的下落。He said Ty. He like Ty. Do you remember I told you about a hard drive or a UB drive, right? I hid it somewhere that no one knows, but the person who knows is someone they don't know. And this person's not a celebrity either. Someone who works around him. 朦胧表示这名拿着 U 盘的工作人员目睹了他遭受虐待的全过程，但是呢，并未参与其中。而存有这个关键证据的 U 盘呢，将会比这个外界预期更早，甚至更出其不意的方式公开。而现在呢，那些迫害过他的人正在四处寻找这枚 U 盘。那其中一些人呢，甚至找到这个萨满算命师试图来锁定掌握关键证据的人但是朦胧也很笃定的说，他们找不到这个人，也找不到证据藏在哪里。同时呢，朦胧还有提到说，在他去世之前呢，曾受到一种所谓的邪恶咒术的控制，而如今呢，这种力量正在反噬给施术者本人。朦胧表示，这是一种被称为性邪术的手段，通过扭曲的这种性关系呢，进行能量交换和命运操控。而在这种邪术的背后呢，是一个以多伴侣关系为核心的极端邪教组织。而朦胧之所以遭遇这个不测呢，与他拒绝加入该组织，拒绝该邪术呢有一定的关系了。另外呢，朦胧还亲眼目睹就是这些极端的组织成员对未成年人实施侵害，理由是未成年人的能量更加纯净。不仅如此呢，他们还会利用和贩卖未成年人的身体和器官呢为自己谋利。因为这个细节比较敏感，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不过呢，威廉有注意到说这次与朦胧沟通的时候呢，他的灵魂状态异常的充沛，格外的轻松愉快。那威廉有推测说，这或许与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有关了。即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接近真相，而曾参与迫害他的人呢，也在陆续承受相应的后果与报应。那同样感受到这种朦胧状态与以往不同的，还有他的老朋友，就是美国的灵媒坎迪斯了。那在最近的一次沟通中，坎迪斯呢提出了几个关键的问题，朦胧呢也一一做出了回应。那接下来呢，我呢就直接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概括。首先呢，朦胧表示曾参与迫害他的人呢，并未停手，仍在折磨一些年轻的艺人。一些与朦胧共事过的朋友，女星陈都灵都受到了影响，而女星迪丽热巴呢，也处于潜在的危险之中。此外，从这个回应来看朦胧并非自愿参加9月10号的那场聚会，而是被人从受控关押的地点强行带到派对现场，而在第2天早上被这个
环卫工人发现摔在地上的尸体呢，并不是他本人，而是这个替身，并且这个替身目前呢依然活着。与此同时呢，另一位美国的灵媒黛博拉·麦克唐纳呢，在与这个朦胧沟通的时候，得到了一条极为关键的信息，不在名单上。那黛博拉呢，是一位来自美国的知名灵媒哈，在美国这个灵性圈中呢，就有一定的影响力，主要是这个灵魂沟通、预知性洞察和个案解读而受到关注。那通灵过程中呢，当这个黛博拉得知女星陈都灵和迪丽热巴处于危险后，便询问朦胧，我们怎么能够帮助到他们？那随后黛博拉就收到了一连串的信息碎片，那其中有一个单词的意思是不在名单上。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感到困惑，这个名单究竟指的是什么呢？那黛博拉呢也对这个词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呢这个词更准确的意思是退档、三退，并且呢这是唯一能够阻止这一切的方法。而黛博拉在这个节目的下方的文字说明中呢，也写着：我想能够阻止这一切魔鬼的迫害的唯一方法就是中共被解体。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就是这个名单指的是加入中共党团队的名单。那朦胧他为什么要强调退出名单是救人的唯一方式呢？那在这个最猛通灵预言这期影片中我曾和大家提到过，说这个加拿大阿卡莎国际中心的灵性导师王佑晨，曾通过这个阿卡西记录呢，看到朦胧在遇害当天被刻意掩盖的一幕。他看到朦胧被人以公关聚会为名带进了一处隐秘会所，一进门就看到一整桌身着正装的男性，而这些男性的衣服上都别着中共镰刀锤子的党徽别针。所以这里我也是大胆的猜测就是朦胧用这个不在名单上的单词呢，想传达的是迫害年轻艺人的幕后群体与这个中共体系难以切割。而若想真正终止这种迫害呢，唯一的出路就是从这个群体中脱离出来，才能摆脱对个人的全面控制。那毕竟在加入这个党团队时呢，他们都曾举起拳头宣誓，说把这个生命献给党。那这本身就意味着将个人的意志、身体和命运全部交给了这个邪恶组织。OK 咱们再回到威廉的直播。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威廉在他的直播中呢，还进一步向朦胧询问了关于这个2026年可能发生的事情。朦胧说，他看到2起重大意外，一场严重的火车事故发生在中国，以及一起沉船事故发生在台湾。I'm trying to say here, but let me just see what Luminon has to say to me. Okay, saying something about a train accident in China. A train accident? A devastating train accident that uploading some stuff in China, between Hong Kong and China. 那至于台湾的沉船事故呢，朦胧表示说原因可能是船只遭到这个爆炸物的袭击，或有人呢试图强行夺取船只有关。大家还记得就是上期影片中我说过，袁家帕克曾警示台海地区可能出现一场气体云灾难。那按照他的这个描述，这场灾难或许与航空事故或潜艇发生意外碰撞有关，并可能由此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危机。而耐人寻味的是，那刚才朦胧给出的这个暗示与帕克的预言似乎高度重合了。另外就是关于2026年中国娱乐圈的走向呢，朦胧也向威廉透露一些信息。朦胧首先抛出了这样的一个画面，部分中国 K-pop 偶像将率先站出来，揭露中国娱乐产业的内幕黑幕从而引爆一连串重大丑闻。大家都应该晓得，就是 K-pop 偶像指的是由这个经纪公司长期培训包装后出道的流行歌手或团体成员。那在这个行业里呢，经纪人和艺人公司的权力很大他几乎呢掌握着艺人的出道和前途，因此呢也更容易滋生这个各种的黑幕。但是今年呢，娱乐圈的明星经纪人群体或将迎来一轮反噬。
整个的行业可能进入深度清洗与重整期，并出现新的力量介入，重塑行业格局。还有一批与这个中共政府高度绑定的明星会有这个丑闻在短时间内集中曝光，并面临法律风险或刑事后果。与此同时呢，朦胧感知到中国可能出现大量的信息炒作，部分明星呢将通过行贿执法人员或借助警方内部关系进行风口来干预操纵证据，以求自保。那最后呢，朦胧提到说这个中国娱乐圈呢将迎来一场有关录像的整肃行动。这些录像资料呢，可能涉及名人遭受虐待或艺人之间的不当关系，而影响不仅局限在娱乐圈，还会牵带出一些政治人物。另外，这个台湾知名的命理专家塔罗牌占卜师小孟老师近日在这个台湾节目新闻哇哇哇中表示，2026年将是一个典型的因果之年，不仅是中共体制会面临动荡，中共党魁习近平呢也最容易在这一年中出现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他说，从这个数字来看，2026年2+0+2+6等于10。在这个塔罗牌中对应的是命运之轮，象征着业力循环与因果显现。那么在这个命运之轮的作用下，国际局势将出现明显的善恶分化，即制度相对稳定、治理较为良好的国家呢，更容易得到资源与机会，而长期有这个结构、有政治问题的国家呢，则会发生经济下行、领导层健康风险以及天灾频发等灾祸。与此同时呢，小孟老师还特别提醒说，2026年是一个双子能量转换年，需要重点关注领导人属蛇或是这个图腾象征为蛇的国家。那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2026年里其健康状况很可能出现重大问题。那这里启文就要帮大家敲个重点了，这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属相正是蛇。另外，小孟老师还认为呢，这种问题主要集中在内脏功能，例如这个胰脏或心血管系统，而且情况相当严重，不是个小毛病。而且这问题不仅体现在身体上的不适，还包括长期高压状态下心理负担累积所引发的一连串反应。小孟老师说呢，习在这个内斗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既担心失去权力，也害怕遭遇暗杀。我们这些占卜师呢，多少都能感受到，身处权力高位位置的人呢，内心普遍充满恐惧。而早在这个2018年香港苹果日报就曾报道说，这个香港的命理学家邱志伟预测说，习近平在73岁之后呢，运势转衰，身体状况会逐渐走下坡，其中的心脏部位血管以及眼睛都是较容易出现问题的部位。那如果这样对照来看的话开头咱们网友们的那些猜测是不是更有可信度了呢？好了，说完了。如果大家喜欢奇闻的节目呢，就请点赞、订阅、转发，也算是鼓励一下奇闻。那么就下次节目再见喽。